嘿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晚餐快好了，但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叫，有啦，常常。然后你就偷偷溜进厨房，想说先吃一块饼干就好。结果手才刚伸进饼干罐，就听到妈妈的脚步声。哈哈，那种心脏漏一拍的感觉。对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英文说法，就跟这个画面，超有关系的。没错，这个说法就是 caught red-handed。Caught red-handed。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被抓到一只红色的手。但你想想，为什么是红色的手呢？这背后的故事其实比偷吃饼干还要再惊奇一点点哦。听起来很有趣。我们正好有个故事可以分享。主角是一个叫汤姆的小学生。汤姆，对，他最爱他妈妈做了那个草莓果酱，但是他们家有个规定，晚餐前绝对不能吃甜点。哦，一个禁忌，这就是所有好故事的开端嘛。完全正确。所以有天汤姆放学回家，看到厨房桌上就有一罐新开的草莓酱。哦，诱惑来了。又香又甜，他就想只吃一小口，偷偷用手指挖一下下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通常都是这样想的。于是他就蹑手蹑脚地靠过去，伸出了他的手指。等一下，就是这个画面，一只手沾满了红色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就是整个成语的核心。汤姆的手上是草莓酱，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片语里红色的手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。所以当汤姆把那个沾满果酱的手指放进嘴里，觉得超幸福的时候，然后呢？妈妈突然走进了厨房。他吓到，立刻把手藏到背后，还装没事说：“嗨，妈妈。”但证据是很难藏的，我想。没错，尤其是红色的证据。妈妈就笑着看他嘴角的那个红色痕迹，说：“汤姆，把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”哈哈，这下赖不掉了。结果他的手指头上全是那个红色的草莓酱，人赃俱获。这时候妈妈就对他说了：“You're caught red-handed。” Caught red-handed。所以这到底跟你刚刚提到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？听起来有点悬疑。它的源头确实是比较严肃一点。这个说法来自很久以前的英国法律。法律？对，在那个没有监视器，也没有什么鉴识科学的时代，如果你要指控一个人偷杀了你家的牛或羊，你不能光用说的。那要怎么证明？你必须要当场抓到他。当场？而且就是说，他的手上还沾着那个动物的血，那双红色的手就是没有办法辩解的铁证。原来如此。它不只是证据之一，它本身就代表了整个案子。有了这个，那个小偷就百口莫辩了。我懂了。所以汤姆沾满草莓酱的手，就像是古代那个小偷沾了血的手一样。没错，那个概念是相通的，都是让他无法否认的铁证。虽然一个是甜的，一个是比较严肃的。正是如此。这个成语的精髓就在于证据确凿，无法抵赖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在各种情况。像是，比方说，一个很常用的句子是 I'd been caught red-handed and it was time to face the music. I'd been caught red-handed and it was time to face the music. 意思就是说，我被人赃俱获，是时候面对后果了。对，这个面对后果可能只是被妈妈罚今天不能看卡通，但也把那种被抓包的感觉说得好传神。总结来说 caught red-handed 这个说法之所以这么生动，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画面感。红色的手。对，一只无法洗净干净的红色的手，来形容一个人被当场抓到，然后那个证据就在眼前的窘境。想到我们平常只是形容偷吃饼干的一个词，背后竟然连接到几百年前的法律还有抓小偷的故事，感觉真的很奇妙。是啊，语言就是这样。这是不是也让你开始好奇，我们每天在说的话里面，还藏着多少这种意想不到的秘密呢？